这图也得搜一搜。2024年8月3日下午5点，你依然没有给你的出版编辑递交新闻大纲，而这一天距离你上一本小说完结已经过去整整1年了。知道了，沈南编辑，阮女士正在老家整理东西，还记得她跟你说过，这个月一定会把大纲交给你的。哦，那请问她现在选定题材了吗？还没有呢。1年了，阮玉。你现在是一个上升期的全职网文作家，你是想彻底过气吗？那没有灵感，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天天在家闭门造车，你找谁给你灵感啊？灵感这种东西，你不能等老天天降，老天给你喂饭，你得多出去走走，体验生活啊。5月11号，天气晴。今天遇见许怀颂3次，第1次，我抱着语文试卷去办公室，碰上他和他们班几个男生在走廊上罚站挨训。教导主任可真凶啊！有了。有什么？想到选题了？背景校园，主题暗恋，怎么样？那天当晚0点，跨年烟火，学校大操场上挤满了人，是整个高中时代，在这场独角戏式的暗恋里，他和她靠得最近的一次。他装作不经意，悄悄站在了他的左侧。没想到，火树银花炸开的一瞬，忽然被他牵住了手。
对不起，签错了。哦，他惊讶的偏头，却在明明灭灭的光影里，看见了他脸上抱歉的神情。他松开手，尴尬地说：“对不起，签错了。”签错了，签错了。那对的人是谁啊？许怀颂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吗？你不会想以他为原型，挑战一个女主角单恋男主角的悲情故事吧？哎，拜托，现在现实已经够苦了，谁还想上网找虐啊？是啊，现实的苦，作者本人已经吃下了，还是让书里的女主角尝点甜头吧。说完这句话，他心跳如鼓雷，胸口传来的砰砰响动，比头顶的烟花炸得还猛。谁都不知道，原来签错只是他的借口。请沈大编辑过目。你这文，好像得火。拿自己亲身经历写的，就是戳心窝子哈。不过，你这个小说要是让男主角本人看到了，你不怕尴尬？这个风险我当然评估过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呢，就是一场一厢情愿的暗恋，人家当年都没把我的名字和脸对上号过，就算看到他也认不出来。而且，许怀颂那种高岭之花怎么会看言情小说？你放100个心吧。也是。哎，妈妈，怎么了？好，好，拜拜。不会又是给你介绍相亲对象吧？哎，你刚才新换那个铃声哦，
我怎么感觉是之前校庆的时候许怀颂弹的那个《After the Rain》呢？你别瞎琢磨啊，我那是为了多召唤点过去的回忆，所以才换上的。哦，那你小心点，别召唤出什么别的东西来。忘，解释，油门，那挪不挪啊 Listen, man, I'm sorry, but the verdict is the 怎么回事？ It's not going to 这位阿姨把房子租给几个美国学生，但那些学生逾期不交房租，也不搬家，阿姨就擅自去家里把人家水电给停了，然后找街打官司，想要回房租，结果被对方反告私闯民宅，不仅拿不回房租，还要倒赔一大笔钱。现在找街理论，你不能走，哎，你不能走 Ma'am 还没解决呢， Let go of me. 不能走，哎， Man, 不能走。 This is America. You have to obey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t doesn't matter what country's laws we are talking about. If you lose, you lose. 我可遇见同胞了，你说他们有点太欺负人了，这于情于理也不能我赔他们钱吧？法庭不认情理，只讲法律。啊，那这赔偿款我还得给他们呀？没错。不过我有2个问题，希望您能如实回答我。第一个，房子合同的截止日期是几月份？你想追回的房租又是几月份的？合同到2月份，他们也没有签合同跟我续租啊，只是我们口头上承诺。但是2月份到现在，他也没给我交房租啊。那从合同截止那天起，一直到今天为止，您知道他们还住在您的房子里吗？我知道啊。您确定？您知道吗？那就不知道。如果不知道，那就不是不付房租的问题了，而是他们私闯民宅，并且是在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私自占用了您的个人财产。剩下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哎呀，太谢谢你了！想不到这官司还能这么打。法律是死的，但人是活的。 So, are you sure that you want to be meddling in my affairs? This is my case. I guess we have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the word meddling. And in my view, I'm cleaning up your mess. Listen, just because you have some type of big win rate doesn't mean you can be an arrogant prick. I will take that as a compliment. And just do your job. I'm sorry, ma'am. Let's go to my office where we can talk more privately and I can help you. 老大，你刚刚没看见，J的脸都绿了，让他平时总给我们作对。他的脸绿不绿跟我没什么关系，只要这个案子别黄，否则说出去丢的是律所的脸。哎，你少喝一点可乐吧，对身体不好。对了，这个还是上次的那个刑事案件，当事人还是执意想让你来接，再看一下吧。我说过，不接刑事案件。都那么多年过去了，有些事情，不是时间能改变的。 OK。文晓老师您好，您的新作《和你咬耳朵》刚连载不久就已经占据了各大榜单。听说还有影视公司正在和您接洽版权，可不可以在这里提前跟大家透露一下？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于耳朵的支持。知悉。
一个关于高中时期双向暗恋的故事，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作品。至于版权的事儿，等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你看看他是不是涉嫌抄袭了？好像是抄的。哎，你看，这是，快看一下，他这个有抄袭。谢谢。温香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您是否有注意到网络上对您作品原创性的争议？小说里元旦烟火那段情节、对话，甚至连男主的内心戏都跟写诗人的作品高度吻合。是什么原因导致重合的程度这么高呢？要购买版权的影视公司知道这本小说的状况吗？你之所以能这么高产，难道是因为前面的小说也另有隐情吗？那你怎么看待目前网上的争议啊？各位，我是跟大家一样，刚刚才得知这个消息，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尽快给大家给自己的作品一个交代。谢谢。温香老师，所以您是否认抄袭是吗？是啊，温香老师，您说一说吧。温香老师，留步。温香老师，留步。温香老师，麻烦老师回答一下好吗？回答一下。没有证明，温香老师。温香老师，请等一下。温香老师，温香老师，作为一个坚持了6年的原创作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的小说撞到了一个叫《他眼睛会笑》的短片，好多细节梗撞得结结实实。温香老师，你因为心虚才跑吗？6年了，偏偏这个时候，你为什么呀？温香老师，温香老师，麻烦您温香老师，您吧，温香老师，您现在是温香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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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色板看一眼。啊。这个小说发布时间比你的《好想和你咬耳朵》早几个星期，最大的区别就是你的文是女主视角，这个小说是男主视角。对不起，签错了，谁都不知道，原来签错只是他的借口。好想和你咬耳朵，骗你的，没签错。他眼睛会笑，甚至连男主的内心戏都完全契合。找着了啊，那个作者的微博。又要返校了，还在读书啊？我给他发信息问问情况。要好好问问他，他怎么能撞梗撞成这样呢？好想和你咬耳朵一文，确实是我的原创构思，我可以提供证据自证。但对于2篇文之间存在的雷同点，我也确实感到非常意外和困惑。在此向您寻疑，期待您的回复。10年前，你因为他吃尽了单恋的苦；10年后，你把这个经历编成臆想文，又被诬陷抄袭。我这不是臆想文。好吧，如果非要说的话，那也算吧。阿玉啊，妈妈昨天跟你说那个小伙子呢，人家明天正好有空，我把照片先发给你看看，好吧？你要是觉得 OK 的话，妈，我现在正忙着呢。忙，365天，你哪一天不忙的？这谈恋爱工作又不起冲突的。人家李阿姨说了，这小伙子啊，工作能力很出色的。重点是啊，人家是个律师。我把照片先发给你，你要看得好的话，是吧？明天见一见，妈觉得挺好的。嗯，好。你好，我是志坤律师事务所的刘茂，这是我名片。你好，我是阮玉。哦，你好，你好。刘先生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几岁，这么年轻就已经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了，真是当得起年轻有为4个字。哦，没有，你这过奖了。我们律所是这样的，有4个合伙人，我算是做实事的那个吧，我级别不高的。啊，还有一个在国外常年居住的高级顾问，他比较厉害。定居国外，意思就是不做实事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意思是他在国外当律师。你知道，资金支持这也算是实事吧？这小子有顺风耳啊！
我不好意思啊，阮小姐，我生活的时候不聊工作。谈一谈工作也没关系的。哦不，真的，我这个人就是生活就是生活，工作就是工作。我的意思是，真的可以聊一聊工作。嗯。不好意思啊，刘律师，在你吃饭的时候还跟你谈工作。啊，没关系，我这个人也比较习惯在生活当中吸取经验，然后再运用到工作当中。正所谓，生活当中有工作，工作当中也有生活嘛。那刘律师，你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从你刚才描述的这件事情来说，这个写诗人他是比你在网上先发表的文章，理论上，他就没有抄袭你。而且你也说了，从事发到现在，他既没有出现过，也没有表明过立场，那他就不能被算作是被告。我们也不可能一个一个的去告那些在网上留言的人嘛。当然了，从实际的操作上来看的话呢，是可行的，但是我不建议你这样做，费力不讨好，而且收效甚微。明白。刘律师，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不如让子弹飞一会儿嘛，看看这个写诗人到底想干什么。不好意思。刘律师，我这边有点急事，可能得先走了。非常感谢今天你给我的建议，咱们下次再约吧。单我已经买过了，就当这次的咨询费了。不够的话，我再转给你。哎，你这太客气了。那下次什么时候约啊？等找到被告的时候。他让我先静观其变，等写诗人的出现。他靠谱吗？靠不靠谱的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就目前的形势来说，写诗人的立场对我们至关重要。万一他能出来澄清我不是抄的呢？理论上来讲，他不告你就不错了，你还能指望他反过来替你澄清吗？至少尽力让他相信我是原创的吧。我还是想先等。哎，等一下，微博动态写诗上线了。这人也太过分了，还作家，一点骨气都没有。什么作家？我没有融梗抄袭。关于好想和你咬耳朵与他眼睛会笑这2篇文的雷同点，我已联系对方作者写诗人寻疑，正在等待回复。了解情况后，将向大家进一步说明。天知道这个有关暗恋的故事，是我学生时代的亲身经历。哼，亲身经历，比演员都会演戏，也不看看谁的亲身经历。哇，这么晚。刚才这手机。今晚的烟火很美，以及骗你的，没签错。新年快乐！我天啊，这么多！你是说你外婆搬迁的时候，你在你哥的旧手机里发现了关于他暗恋隔壁班女同桌？小点声。这个心路历程。你说这是你哥的真实经历？对啊。这是温香的真实经历。这个故事里又正好有这2个人，有没有一种可能？什么可能？你的意思是说，温香是我哥的高中同学？我哥暗恋这个温香，刚好这个温香也暗恋我哥，那就不可能，不可能，这太巧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不可能。我在看温香的微博，你看，他给读者分享的美食照全是苏式菜，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这里人。
好像还真是呢。不能有这么巧的事儿吧？啊？哎，看不出来呀，赵毅，你这脑子，平时学习的时候转得不快，现在倒是转得挺快的啊。谢谢你啊。赵大，我觉得你今天这发型怎么那么好看呢？还有你这脸今天怎么看着皮肤那么好呢？还有这穿搭，虽然平时也穿这身，但今天特别的帅。你看你这个刀削般的下颌线，还有这侧颜纱，简直了！那校草见了你，嘴绕着走，掘地三尺，自愧不如，他自卑。行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咱俩不是好哥们儿吗？那得取决于你下一句话说什么了。哎呀，你看，你人脉那么广，你就帮我打听一下，这个温香到底是何许人也呗？我就知道你最够哥们儿意思了。你知道什么？3个月的数学作业。1个月也行。成交。1杯奶茶。好。谢谢啊，下次请你吃小龙虾。怎么样？啊？阮玉，就是你要找的人。赵达，你好人做到底，陪我回学校艺术馆走一趟。干嘛？我要确认一件事儿。该是这儿了吧？哎，靠近。赵大，过来，帮我挪一下。你说，咱们学校这个墙有没有被发现呢？文香的小说里，女主在男主经常出现的琴房的墙上写下一段英文首字母。找什么呢？我帮你找。找到了。X 喜欢许怀啊 ？RY 是谁？你给我解释一下。是1班的那个仁义，还是5班那个然玉？不会是高一那个容嬷嬷吧？许怀是你才多大，你就谈姐弟恋了？阮玉喜欢许怀颂。哎呀，天哪！赵毅，这太感人了！喂，你们俩干什么呢？哪个班的？出来！看你智商也挺高。你不会一晚上没睡吧？不对劲，这也太像了。哎，你记不记得我小说里有个点，
当年咱们学校流行种一种罐头盆栽，大家都在种什么幸运草啊、含羞草什么的，但是我重新买了种子改造了一下，你还记得吗？记得呀，你当时不是同时种出了向日葵跟薰衣草？总不算早期种田文女主。你过来看，你看写诗人这里写的，快来快来，啥？发现啥呢？你看啊，那个周末他捧着小花农罐头花离开了学校，罐头里同时开出了向日葵和薰衣草。这也太像了。对啊，真见鬼啊！到底谁呀？哎，那网站不是说9点之前要是没有明确的结果的话，就要下架你小说吗？这都几点了？您好，非常抱歉给您造成困扰。他眼睛会笑一文不是我本人的原创构思，而是根据朋友买来的一份大纲写成。对不起，侵犯了您的权益，我愿意与公众解释说明，向您公开道歉，并删除文章，注销笔名 ID。以下是我拟好的声明，请您过目。大纲泄露啊？这你大纲除了给我还给谁看过？没有啊。U 盘，那天咱俩约在咖啡厅说要聊大纲的时候，我带了个 U 盘过去，是不是落那儿了？怎么了这是？你这文，好像得火。对方说买到一本大纲。哎，你等会儿啊，你干嘛去？明，我先去趟咖啡馆，你也去一下你家。好，那个我知道，我会问他朋友在哪买了大纲呀。行，你别催，我们确定着呢啊。哥们儿，你的，谢谢啊。他问我大纲在哪儿买的。哎呀，这怎么办呀？我怎么回呀？我就说你这馊主意肯定是不行。那你直接跟他说真话吧。那更不行，他要是知道了，八成我哥那边也兜不住了。我哥要是知道我把他的草稿箱写成了小说，我会被大义灭亲的。你哥是律师，他还能知法犯法把你打死呢。他会断了我的零花钱，这跟打死我有什么区别？有道理。这样，你就跟他说，出于交易双方的保密需求，不方便透露。反正他也不知道你是谁。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太对不起阮玉学姐了？哎，你说还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哥还喜欢阮玉学姐，然后他觉得我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儿，反而奖励我呢？拉倒吧，10年了，还喜欢？你以为你哥靠白月光就能过一辈子？你也太不懂男人了。我又不是男人，我为什么要懂男人？烦请您先发表声明吧。咖啡管理人没有看见 U 盘，现场也调过监控了，但东西实在是太小，根本就看不清。好歹显示发了声明，这事儿也算过去了。我在超市买菜，等下去你家煮个小火锅，把晦气都煮干净。网文圈里都懂的套路，抄袭小透明，剽窃别人的创意，再塞点钱让对方闭嘴。这虚假的声明，温香是把网友都当傻子吧？网文圈就是被这种人带得乌烟瘴气。先和网做点正事儿吧，封杀温香，新人作家才有出头之日。温香退网。这写诗人的笔名是刚注册的，没有读者基础。文章曝光度也很小，这事儿热度发酵这么高，应该是有人蓄意谋划的。一定是苏城啊，他就是这么阴险歹毒。你记得刚开始他才签千和网的时候，明明是自己写的烂，非要把问题都甩给他的责编，害得人家编辑小姑娘刚工作就给他搞失业了。
所以这回你小心，小心自己变成待宰的羔羊。你再不垂死挣扎一下的话，你怎么下锅被涮熟你都不知道。谁跟你说我要等着乖乖被宰的？玩阴的，我们未必是他的对手；但是玩阳的，他未必是我们的对手啊。有对策？你看啊，千和网微博还有各大平台带话题、蓄意抹黑的人，不出意外应该都是他的水军。这种大规模有预谋的造谣行为，我告他一个侵犯名誉权，不过分吧？详情对象没少出谋划策啊。我明天约了他律所谈，但愿不要出现什么意外吧。啊，您好，我约了刘茂，刘律师。哦，好的，我帮您查一下啊。2013年9月9号，天气晴。今天的许怀颂，够我记好多好多年。我方认为不应该将注定无法成功作为否定努力的理由。成功与失败已经成为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定义，镶嵌在了人的潜意识中。当有人发现面前是撞不破的南墙，前方是走投无路的深渊时，或许他们才是今天在辩题里挣扎的那个人。比如说，对方辩友，那我方认为，放弃才能让自己走出痛苦循环，放弃才能去别的地方找到新的希望。与其反复经历失败与希望的痛苦循环，不如转身走出那条只有南墙却没有出路的巷子。或许巷子外就是新的希望和新的人生。恭喜范方获得这次辩论赛的总冠军。本次辩论赛的最佳辩手是许怀颂。恭喜你，谢谢校长。怀颂同学，如果没有正反方的立场，你会选择站在哪一方？说说你的感言。有一句电影里的台词可以代表我的选择。我将继续寻找，就算这无尽的星辰令我的寻找希望渺茫，就算我将单枪匹马。蕊玉，刘律师，哎，那个不好意思，刚才有点事耽搁，来晚了。没事，是我来早了。走，去会议室吧。嗯。哎，这边。哦，对了，蕊玉，今天可能还会有一个人在，就是上次我跟你说过的，我们律所的法律顾问。啊。最近正好人在国内呢，然后看了你的案件了之后，特别感兴趣，想参与参与。我不知道你这边介不介意？没关系的，多一个律师对我来说也是好事儿。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他没有参加过国内的法考，所以说在国内，他不能算是律师。如果你觉得不方便，我可以跟他讲。真的没关系的。不过，他在国内也没有拿到律师资格证，却想要参与案子，你们这位金主爸爸不会是来考察您工作的吧？哎呀，可能你说的还真对，不好混啊。来，阮小姐，请进。谢谢。
我来介绍一下吧。许怀颂，怎么会是许怀颂啊？哎，来了。回想过去的画面，匆忙写下的句点，路过多少个日月，没有言语的离别，朦胧视线的边缘，风吹散过往的碎片。随即无声飘远，记忆的每一片，已泛黄的昨天，翻过纸页，你却印在每个故事背面，不停在浮现，你带着笑的脸，弹指瞬间，没来得及留念。已泛黄的昨天，翻过